朋友们好，今天是3月11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清远。乌克兰的卫国战争从开打到现在呢，在这2天是第一次出现了把疫情和战争这2个最大的焦点给连接起来的事件，这个就是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事件。这个事件呢，它现在被中俄双方的媒体炒作得非常的热，在大陆的微博热搜排行前10位的话题之中这个俄公布美在乌实施军事生物计划材料这一条是高居榜首，而美直接支付在乌生物武器研究费用这一条呢是占据了第7位。那么中共官方对这个消息为什么如此的热衷呢？原因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因为中共这2年呢一直都在利用全方位的宣传洗脑来塑造一个特定的集体记忆，就是让大众都认定这个病毒就是起源于美国的。说白了，就是在玩弄那个谎言重复1000遍呢，它就变成真理这一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简要的讨论一下这条新闻，看看这个耸人听闻的生化武器的消息呢，它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消息的源头它是来自于俄军。俄罗斯的国防部发言人叫做科纳申科夫的这个人，他近日呢在一次电视的简报中就公开的声称说美国资助了在乌克兰开发生物武器的研究。他声称说，根据俄军获得的相关内容的文件说明华盛顿有计划开展对鸟类、蝙蝠和爬行动物病原体的研究，同时呢也有非洲猪瘟和炭疽病的研究。然后呢还特别的指出说，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呢一直在用这个蝙蝠的冠状病毒样本进行试验。那么这些指控它有没有相应的证据呢？这个科纳申科夫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说我们收到了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工作人员关于2月24日紧急销毁特别危险病原体的文件，其中包括鼠疫、炭疽、兔热病、霍乱和其他致命疾病的病原体。那么被视为与这个疫情病毒相关的最权威的机构就要属是世卫组织了。这个世卫组织它是一个什么态度呢？世卫组织在昨天有公开的建议乌克兰要销毁它的公共卫生实验室中的高危险病原体，以防止任何潜在的泄漏在人群中传播疾病。那么这一点呢，它就被很多人就断章取义，立即就拿来在网络上传播了你看，连世卫组织都公开证实了乌克兰它是有问题的，对吧？但是其实呢，这个世卫组织的专家呢，在后面是对此有进行了说明的，就是说，由于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相关的城市发动攻击，如果生物实验室的设施遭到了破坏，那么将大大的增加病原体逃逸的风险。因此呢，销毁这些病原体，它是为了确保安全。美国这边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对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就做出了一个回应。最早是在3月8号了。就是美国的副国务卿叫做纽兰的，他就有公开的证实说，乌克兰有生物研究设施，那么美方也正同乌方合作，是防止那些研究材料落入到俄罗斯的军队的手中。那么中共对纽兰的这个说法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如获至宝来形容了。这个大陆的媒体立即就群起使用了像美国承认了乌克兰有生物研究设施，怕被俄方查获这一类的非常惊悚的标题来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报道。那么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呢，他也是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呢，就趁机的重提这个德宝波毒的那个理论，是吧？做一个义正辞严状质问说，美国在其境内的德特里克堡基地还有在境外的336个生物实验室里面到底干了什么？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规定等等。同时呢，赵立坚还高调的要求美国要对其境内外生物军事活动做出全面的澄清，并且要接受多边的核查，同时尽快的完成其库存化学武器的销毁工作等等。在3月9号的时候呢，美国国务院也有发表了一份正式的声明，就指出说，俄方的这种说法呢，与中共的附和呢，是一种赤裸裸的谎言，而且这种谎言呢，它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是早就被国际社会揭穿过的。这份声明就说
拥有而且是仍然在研究生化武器的，其实正是俄罗斯自己。这种手段呢，是俄罗斯用来为进一步的对乌克兰展开有预谋的、无端的和无理攻击寻找理由的一种明显伎俩。那么可能大家就看到了，这是等于双方都在相互的指责对方才是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那个人，对吧？那么究竟谁说的可信呢？从这个俄方提出的指控与中俄媒体所有报道的这些相关信息之中啊，我们能够看到，就是称得上是确凿的事实的这种信息呢，它其实基本上就只有2条。第一条呢，就是乌克兰它是有生物实验室的，而且这个实验室得到了美国的资助，的确也有研究了很多危险的病原体，其中呢就包括了冠状病毒。第二个呢，就是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关于2月24日紧急销毁了特别的危险病原体呢，这个文件呢是俄军有得到的。大家注意，这个2月24号刚好是这个战争爆发的第一天。那么这2条啊，它能够证明美国和乌克兰在联合的研究生化武器这个结论吗？显然是不能的。在我个人看来，这是中俄在故意的混淆生物研究与生化武器研究这2个基本的概念，他们只是在打一场信息战。在专家的眼中呢，其实是不值一驳的，但是呢，通过宣传系统的诱导性的文字呢，它却的确是能够让人产生一种美国在乌克兰研究某些生化武器的这种印象。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啊，就是在3月10号的时候啊，党媒《人民日报》就有转载了俄罗斯国防部所公布的这个乌克兰军事生物计划材料的这方面的这个东西，就声称说美国在乌克兰研究了能够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细菌和病毒病原体。这当然就是在暗示了，就说这个中共肺炎这个疫情大流行啊，它的病毒来源，这就与美军的研究可能是有关系的。而就在同一天呢，新华网呢又刊登了一篇题为溯源新研究进一步支持新病毒起源于自然界这么一篇报道。这个报道呢，它就引述了不同国家的3个科研团队的研究结论，他们都认为说这个是有力的支持了中共病毒它是源于自然界的这个观点，而实验室起源论是缺乏证据。所以大家也看到吗？中共这种舆论引导自相矛盾呢，它可以说早就是一种新常态了。它的可笑之处呢，我们在这儿就不去多啰嗦了，因为整个中共的宣传系统呢，它一直最近都是处于这种抽风的状态，或者说呢，处于一种任意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状态。但是在中共这种混乱的逻辑的背后呢，它也的确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关键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共自己都承认，生物研究室与生物武器研究室它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就像刚才这个文章提到的，这3个认为病毒是源于自然界的它这个科研团队，他们是在哪里做的这种研究呢？它当然都是在各自国家的生物研究室了。这样的研究室它基本上可以说哪个国家都有。美国呢，由于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最领先的生物科学的研究的水准，所以呢，美国的确是有资助了很多国家的生物研究室。其最主要的合作领域呢，就是聚焦于这种生物安全的合作。那么这些信息我们看到，它其实全部都是公开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而在接受美国资助的生物研究室的名单之中它也包括了本次大流行的头号嫌犯，也就是那个武汉病毒研究所。乌克兰的这个生物研究室呢，它不仅是有得到了美国的资助，其实它也有得到了世卫组织的协助。世卫组织在发给路透社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就公开证实说，该组织呢已经与乌克兰的公共卫生实验室有合作了多年了，目的呢就是促进有助于防止意外或故意释放病原体的这种安全措施。所以我们就看到中共的这种手法，它其实很简单，他们悄悄的在这个生物研究前面加上了军事
两个字啊，变成了军事生物研究。如此一来，他立即就把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进行了混淆。但是这个消息呢，他从俄国的军方首先抛出来到今天，我们看到他已经过去至少是4天的时间了，对吧？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俄方进一步的拿出来任何的可信的、经得起第三方独立验证的，能够证明说啊，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里就是在研究生化武器的确凿的证据，没有。我们过去呢多次和朋友们也讨论过，就是说对病毒本身的这种传播与防疫方面的研究，它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吧？你正用呢，它就可以保护生命健康，可以切断病毒的传播；反用呢，它就可以危害生命健康，可以去助长病毒的扩散。你研究一种危险病原体的传播机制，它究竟是为了将来可以有效的阻断它的传播呢，还是说为了将来可以扩大它的传播呢？这二者在大多数的研究进程上，它是无法把它截然给分开的，而是与研究者的动机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呢，我们如果要从技术层面上面来说，你要把一种在实验室里面所培养的病毒的样本啊，然后把它发展成为可以批量生产的、成熟的、有效的武器化的来进行使用，这个中间可以说就是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了。这个过程中，它会要涉及到大量的技术与相关的设备，并不是说我们从党媒宣传中所看到的啊，说你在实验室的培养皿中你发现了啊，这里有几个危险的病原体的样本，我们就可以立即下个结论啊，你这就是在研究生化武器了，你这就是反人类罪了，根本就不是这么简单，这是典型的一个概念误导与价值误导。其次呢，从刚才这个世卫组织的声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存在着研究设施有可能被不可控的因素破坏的时候，比如说俄军的突然的入侵、俄军的轰炸等等，那么销毁所有危险的病原体，它就是一种标准的安全程序了。全世界所有的生物实验室可以说都是必须遵循的，这一点它一点都不奇怪。相反啊，它要不这么做，那才是奇怪的，那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就是说呢，党媒的报道呢，它是故意的设置了一种阴谋论式的氛围，把一个正常的标准的安全程序扭曲为啊，似乎这个乌克兰呢是在做贼心虚，在销毁证据啊！你看他是不是在干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啊？当然，从理论上说啊，我们也不绝对的排除这里面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秘密项目的那种可能性，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级的指控，而且是公开的，你是必须要建立在有确凿的证据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那种啊你在街头巷尾闲谈就可以随便的去猜疑的这种基础之上，对吧？第三一点呢，我们做一下简单的查证就可以看到，俄国的国防部这次抛出来的这个所谓猛料，它其实并不是新鲜货，只不过是在炒中共过去的冷饭而已。早在这个2020年的10月份，中共啊就从外交部的官方一直到大量的民间自媒体，就是不同的层面都有在大肆的翻炒过，炒作什么呢？就是美国在乌克兰有设立了16个生物实验室的消息。那个时间呢，它是中共就这个病毒溯源问题在疯狂甩锅的第一波高峰的一部分。在当时啊，中共其实不仅翻炒了乌克兰的实验室，甚至呢还把格鲁吉亚也给拉扯进来的。比如说在2020年的5月，党媒啊就有多次的报道说，这个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附近呢，有一个叫做卢加尔的生物实验室啊，也是在美国的资助下在进行生物战的研究等等。可能有很多朋友啊现在都还留有印象，就是在2020年中共疯狂的甩锅的时候呢，基本上是逮谁咬谁呢。从美国到意大利，从法国到乌克兰，只要是谁家建有生物实验室，可以说都要被中共狂咬一通。所以呢，现在俄罗斯为了给自己的侵略行为寻找一个合法性，重新的去翻炒乌克兰这个生物实验室的旧闻，它其实只不过就是受了中共的启发而已，可以说一点都不奇怪，也并不高明的。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更新一下乌克兰战争的一些最新情况，然后呢，再简要的说一说韩国总统的大选。首先呢，一个是就是俄乌双方当前谈判的一个情况，在昨天，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和乌克兰的外长叫做库列巴的，他们两人呢在土耳其是有举行了这个战争爆发以来最高级别的一次谈判。拉夫罗夫呢，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让步的迹象，仍然还是说重申乌克兰你必须要解除武装，并且要保持中立的地位。这样一来，就使得这一次谈判呢没有能够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双方呢仍然是承诺说我们会继续的对话了。而我们今天看到最新的消息呢，是说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官方都有明确的释放了这个消息，说普京呢他不会拒绝与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来进行会晤，但是这个会晤呢必须是实质性的，并且要侧重于一些具体问题。在我看来这种消息流露出来呢，它其实就已经显示出了普京当前的这种困境，说明他其实对未来的军事进展并没有充足的信心的。我们这么说吧，如果说在战场上现在的俄军真的就是像俄国的媒体自己所说的那样一切都是在按计划进行之中，一切尽在掌控，俄军已经是兵临城下，只等最后的致命一击了，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可能看到普京他还有任何想与泽连斯基去见面去谈判的这种兴趣的。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嘛，就是外交从来它都是战争的延续，对吧？尽管俄方现在它是撑着架子不倒，这个嘴头上依然还是很强硬的，但是我觉得这更像是为了他让自己有一个较为体面的台阶好下来。从双方开启会谈到最后，如果说真的所有的谈判都彻底的破裂了双方不得不来一场基辅的大决战的话，其实这个之间的窗口期它是不会有太长的，也就是说供普京能够及时止损的机会也不会有太多了。就双方当前的态势呢，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双方都是在积蓄力量，在准备着一场大战。乌克兰这边呢，他依然是士气比较高昂，像乌克兰的副总理叫做韦列舒克的，还有他的国防部长都非常强硬的公开的表态说，我们现在唯一可以讨论的议题就是是否接受俄罗斯的投降。而国际社会这边对乌克兰的支持的力度依然还是在加大的。像英国呢，就是刚刚有宣布说正在考虑要向乌克兰提供最先进的，号称是全世界速度最快的星光便携式导弹。这款导弹它的速度呢可以高达 3.5 马赫，而且呢它还携带着一种极具破坏力的三叉戟式的这种弹头，就是它即便是对高速飞行的战机来说也是具有致命杀伤力的。同时呢，美国的国防部的代表也是在近日的简报会上公开的宣布说，美国正在考虑赠送给乌克兰比那个战绩辉煌的毒刺单兵导弹是更加重要的其他的尖端武器，其中就包括防空系统。当然他没有说具体的东西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举动它都针对了同一件事情，就是要瓦解俄军的制空权。只要俄军拿不到制空权，那么他们就只能够被迫的靠地面进攻、地面战来推进自己的目标。如此一来，对乌克兰一方来说，它就相对有利了。我们都知道，虽然乌克兰军队它在人数上和一些重型装备上是处于劣势，对吧？但是呢，它在单兵作战的武器装备和这种素质上却是明显的优于俄军的。再加上乌克兰呢是属于本土作战，它有这种地利的因素，还有这个保家卫国的这种人和的因素。那么你要把它结合起来，你就会看到普京他能否拿下基辅呢？到目前为止，还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未知数。那么俄军呢，它的飞机坦克等等这些重型装备，它的数量可以说是有限的，而乌克兰现在获得这些单兵导弹等等这些火力，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现在乌克兰它是一分钱不花，都已经拿到手软了，可以说。现在乌军所拥有的单兵导弹的这个总数它已经超过了俄军所有装甲车辆的总数了。
所以大家可能都看到了，现在每天都有不少的这种俄军的装甲车辆被摧毁的这种视频流出来。也就是说，一旦俄军这种仅存的装备上的优势被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我想恐怕俄军他到那之后想要主动的停战，他都不一定能够如意了。那么我们再看看普京这一边呢，他就是另外一幅景象了。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叫做丹尼洛夫的，他在今天对这个媒体披露，就说普京由于对这个战况极度不满，已经解除了至少8名将军或者是高级指挥官的职务。而根据俄罗斯一位著名的军情作家叫做索尔达托夫的，他有引述俄国内部的消息来源，就说普京认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外国情报部门这一次是有提供了错误的情报，他对此非常的恼怒，已将该部门的负责人叫做贝塞达的，还有他的副手叫做博卢赫的2个人都已经软禁了。所以大家就有看到了，一边乌克兰这边看上去可以说是众志成城，而另外一边就是俄罗斯这边显示出来却是将帅离心。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势还会僵持多久呢？好的，最后我们来简要的说一说韩国的大选。3月9号韩国大选结果出来以后大家都知道韩国已经选出了一位亲美反共的新总统，叫做尹锡悦，对吧？这个亲美反共的标签的这个说法的来源它当然是与这个尹锡悦他事先的竞选的施政纲领是密切相关的。在内政方面，我们现在不多说了。在这个军事外交领域这位尹锡悦他最主要的主张包括了下面这么几点。第一他主张要废除掉文在寅时期就是不再追加部署萨德，不加入美国导弹防御体系，还有不接受美日韩3边军事同盟的这个3不政策，就是他要废掉。第二他要主张改善日韩的关系，强化对朝鲜的军事防御。第三他还主张韩国应当加入到就是QUAD，就是那个4国安全对话机制里面去。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尹锡悦这一次他靠着一点微弱的优势赢得了总统大选他靠的其实就是中俄2大国的助推。先是中共自己在冬奥会上，因为是几乎公开化的吹黑哨嘛，让这个韩国民众对中共的厌恶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创纪录的新高。这个对立场亲共的另外一位候选人李在明可以说是构成了一个实质性的打击。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普京入侵乌克兰，他让包括韩国在内的很多的国家都开始清醒，开始意识到专制政权对周边国家的这种安全威胁它要远比经济上得到的甜头重要得多。我们其实简单的对比一下乌克兰和韩国这2个国家，就会发现这2个国家在此前它都是典型的走经济依靠中国、安全依靠美国的这种路线的国家。乌克兰他想要依靠北约，其实还没有来得及成功嘛，就已经被俄国大举的入侵了，同时也是被中共就出卖了。那么它说明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就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与中共的经贸纽带以及经济上的获利这种经济上的甜头，它根本无法成为一个国家安全的保证。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这2个砝码究竟孰轻孰重，在这一次乌克兰的遭遇之中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乌克兰现在正在为当初依赖中共而付出代价，而韩国在这种悬崖边上可以这么说是及时的刹住了车。所以这样的2个国家的示范效应它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影响必然是深远的。韩国政坛的变天它还有另外一大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如果说这个尹锡悦他要是兑现了他的承诺说积极的加入到了这个QUAD 4国安全对话的机制，他就等于是堵上了被视为印太小北约的一个最大的漏洞，或者我们换句话说，要再加上台湾是这个对话机制事实上的成员资格加在一起，那么从川普时代就在谋划的这个印太小北约这个组织这个机构，它很可能就会要加速成型了。
这个也是重塑了整个印太地缘战略的版图的，而且它同样是代表着牺牲东将的一个趋势。这完全就是中共自找的了，偷鸡不着蚀把米，对吧？习近平怂恿着普京对乌克兰去动了手，结果呢，他自己现在不但要承担普京的战争成本，而且还要承担自己去应对这个小北约的地缘对抗的成本，只能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又一次的实战示范了。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